大家好，欢迎来到油管的科普频道科技与文明，我是你们的主播老李。这几天房屋养老金、年检、保险这些话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中国房地产的火爆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后会怎么样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房地产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本视频用实例向您介绍，在日本买房子一次性缴纳的税金和费用。维持一套房子每年需要缴纳的税金和费用，特别是为了维持资产的价值需要多少费用，在日本各方是怎么运作的。在中国，曾几何时，房子让每个人为之疯狂。买房子要抽签儿，抽中了，感觉就是中了大奖一样。交了头金，每月还银行贷款，签了契约还是期房，终于拿到了房子的钥匙，成为了有房的一族。邀请亲戚朋友来庆贺是少不了的，这是人之常情，换了我也一样。夫妻两个人都有不错的工作，还房贷也算不上太大的负担。关键是市场的房价在暴涨，一天一个价，每天计算着自己的房子增值了多少，未来成为富翁，感觉真不是梦。为什么中国曾有过长达近20年的如此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呢？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积累的资金自然是投入基建、公路、铁路、高铁，还有就是盖房子。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腾飞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包括日本。第二，地方政府从国外在本地的投资企业每年可以收取巨额的税金。第三是中国独有的特点，地方政府出让盖房子的土地，也就是出租未来70年土地的使用权，一下子拿到了大量的资金。只要你买房子就好，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至于房产税啊什么的，一点小钱不收也罢了。那么现在潮水退了，谁在游泳呢？外资在大量撤离，国内有钱的人或者去国外生活，或者把工厂搬到了国外。从国际龙头企业的中国研发人员到生产线的打工人员，每天都在失业失业。外资撤了，地方政府没有来自外资的税金的收入了，打工的人失业或者是收入减少了，政府的税收自然也就减少了。不仅如此，消费减少了，买不起房子了，甚至有的还不起银行的房贷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基本上各地的房价在下跌，有的跌得触目惊心。那么地方政府为了能够继续运营，会不会把征收房产税呀、其他的当时没有考虑的项目
这些征收纳入议题呢？通过一个例子，看看在日本买一套自住的房子的费用和后续的维持费。我们先看一下新购买房子的金额，我把它贴出来。假设是这样的一个物件，也就是新建的集团住宅，物件价格是4000万日元，大约是200万人民币。其中土地1000万日元，嗯，在日本这个土地是不收消费税的。建筑物是3000万日元，其中已经包含了10%的消费税。在日本，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是有消费税的，一般的说是10%，有的个别的食品类的是8%。那么为了买这套房子，从银行借入3500万日元，嗯，头金，也就是说自己的存款、银行存款或者是现金拿出来500万日元，加这一块是4000万日元。假设是计划买这样一套房子，那么不是说你拿这个4000万日元就可以买到这套房子了，它需要很多其他的费用，在日本叫做租费用。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租费用。这个租费用是需要另外支付的。为了买这4000万的房子，那么需要另外支付下边的这些费用，这就叫做租费用。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首先是登记费用，登记免许税是80万日元，这个是交给政府的，就是政府的法务局和税务局。这个政府收的费用我们用红纸把它标出来。银行介入抵当权设定登记，这一项呢是给这行政书士或者是律师的，这个不是政府的。买卖契约书印纸贷，这项是交给政府的，也是作为政府的税收，这项是红纸。固定资产税是10万日元，也是政府的税收。在日本你要拥有一个固定资产，拥有房产，那么每年是要交费用的。这个新买房的时候第一次，那么要交大约10万日元。银行介入事务手续费5.4万日元，这个跟政府没关系，是银行的手续方面的费用。火灾保险料，这个跟政府没关系。因为你是需要借银行的钱买这套房子，那么银行要求你必须买这个火灾保险。
因为如果这房子被火灾烧掉了，你自己支付不了这笔钱，那么银行呢拿不到这笔钱，所以呢要求你买火灾保险，这样火灾的保险公司会向银行支付这笔钱。如果万一房子被火灾烧毁了的话，然后就是不动产取得税90万日元，这个也是政府收取的。就是你如果取得不动产，那么在日本你就要交这个不动产取得税。我们看一下这里1项、2项、3项、4项，这4项都是交给政府的。租费用的合计大约是247.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2万人民币。这是新买房子的时候，我如果要买一个4000万的房子，那么另外还要交这些钱。我们看到了这里主要的是政府收的这些钱。中国的情况我不太了解，这是日本的情况，供大家参考。那么下边我们看一下，如果我已经有了一套房子，我要维持这套房子，那么每年需要花多少钱？这里我们举另一套房子的例子。维持费用是我们以2023年来举例子，看，这是2023年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先看一下，建筑物的情况。这个建筑物不是刚才新房子的那个例子，这是另一套。建筑物整体的概要，这是集团住宅7层的结构，一共是211户，有电梯，有平面停车场。建筑完成年月是1982年6月，土地是8127平方米，这是所有权的，也就是说，这土地是买下来的，是业主所有的。在这样一个建筑里边，那么个人拥有其中的一套房子。我们看一下个人所有的这个物件的概要。个人是2009年2月买的一套二手房，买这套建筑里边的一套二手房。价格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这套房子在1982年6月建成的时候，新房时候的价格，这个我没查到资料，不清楚。推测大约是3000万日元，稍多一点吧。房子本身的结构是3LDK，所有面积是61平方，是4层，在4层楼，阳台有7平方米。2024年9月，现在，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格，就是现在这套二手房，如果把它卖掉的话，市场价格大约是2400万日元，也就是说120万人民币。我们看一下，那么1982年建成的房子，今年是2024年，
当时3000万稍多一点的价格的房子，那么现在还可以卖到2400万。所以呢，这个资产价值的维持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这套房子，它是我要持有这套房子，每年需要花哪些钱？这套房子的资产价值是怎么维持的？我也把它贴在这里。我先把数据贴在这里。嗯，这套房子，如果是卖的话，现在市场价大约是2400万元。现在这套房子实际上是出租出去的，租金收入每年是108万日元，也就是说5.4万人民币。从这个租金收入和这个现在的市场参考价，大致上可以了解，了解一下这套房子的大概的价值。费用，每年的费用，实际这里有的费用是按月交的，比方说像管理费啊、修缮基金啊是按月交的。那么，我这里为了简单，都把它折算成年的了。首先是必须的费用，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每年是65000日元，也就是说3250人民币。这项它是变动的，就是说，税务每年对你这个物件进行一个评价，你这个物件在市场上实价现在是多少钱，按那个价格乘以一个比例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我原来是在荒野建的一套房子，周围都是山林，这套房子是很不值钱的。那么这个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是很少的。后来这里修了火车站，修了高铁车站，修了好多的商场。那么这一块的不动产就值钱了。你的这个物件评价额，物件的实价的评价额就增加了，那么你的这个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也会涨很多。所以这项是变动的。现在这套房子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是65000日元每年。嗯，这项是交给政府的。这时候我们按惯例把它打成红色。修缮吉利金，151680元一年，就是7600人民币。这个是每年不变的，每年固定的这些钱。修缮吉利金，后边我们解释这一项。然后呢，就是管理费，管理费是78000日元，大约是3900人民币，这也是每年不变的。上面这是必须的费用，每年一定发生的。然后是可能发生的费用，修理费，比方说这个房子今年，这实际上这套房子今年空调坏了，
买空调加上工时费，那个换空调，把旧的撤掉，新的换上去，那么花了7万日元，也就是3500人民币。这套房子是有银行贷款的，那么还银行利息，每年呢是12万日元，还银行本金这个就省略了，因为这个呃就跟你买房的时候还向银行借多少钱有关的，所以这个呢只作为一个参考。其他的费用，这套房子停车场是收费的。日本有的房子停车场呢是不收费的，就是说，当然了不收费，那么这套房子的呃修缮基地金就会贵一些。嗯，像这套现在这个例子，它的修缮基地金不是很贵，那么停车场就是单收费的。这个停车场是这一契约的，你需要，那么你就签契约。签契约的话，每月是12000日元。如果你不签，就不发生这个费用。当然，你要住这个房子，还有其他的费用，那么水电、煤气、通信，就是网络费用、电话费用这些，这个根据个人情况不一样了。那么下边我们具体来解说一下，这里的一些费用。首先我们说一下日本的有一个叫做团体信用生命保险料。如果不管你买新房子还是旧房子，如果你从银行借贷款的话，那么银行替你加入叫做团体信用生命保险料，这个是自动加入的。嗯、这个保险的钱是不需要你自己支付的，实际上是银行，嗯、呃借给你借给你的钱计算利息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把利息多少提高一点点，比方说2%、1%，已经考虑了这个因素了，所以你自己是不需要支付这笔钱的。这个团体信用生命保险料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借房贷的人，如果他有发生了意外，就是说重伤病，那么他没有了，不能工作了，没有了那个生活来源，没有了收入来源，他没有钱来还房贷了。这个时候，或者是他死亡了，甚至是他自杀了。日本这方面还是日本的保险这方面还是比较人道了，就是说这个人我还不起房贷了，或者是因为我家庭的其他的因素我自杀了，那么这种情况，这个保险公司会把钱付给银行，把就是你还欠银行多少钱，因为你已经还了一些年嘛，那么还剩的每需要还的这笔钱，那么保险公司一次性的把这个钱那个支付给银行，那么然后呢，这个房子就归你自己了。如果你自己这个人自杀了的话，那么房子归他的家人了。当然，这里所说的自杀，就是你这个人失踪了，那不行，找不到了，这个不行，必须是警方认定的这个人死亡。也就是说，那么找到了这个人的尸体，或者是警方有规定，这个人失踪了，怀疑是出了事故了，比方说去登山去找不到了，那么
经过一段的时间，2年还是多少时间，这个我不太清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警方还找不到这个人，警方就会给出一个死亡证明书，这时候才算是死亡了。发生了这些情况，总之你失去了工作能力，没有了这个收入来源，或者是死亡，或者是自杀的这类的情况，那么剩下的房贷就由保险公司把钱还给银行。这个房子呢就归借房贷的这个人，或者是他的家人，房子就归你所有了。你以后也不需要再把这笔钱再还给这个保险公司，就是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这个房贷的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和这个住户就和这个三者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买房这个人，你就接着住你的房子，保险公司把钱给了银行，这件事就完事了。这叫团体信用生命保险，这个在日本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看一下房子相关的各方。前面我们把它删掉。你持有一套房子，那么就需要跟各方打交道，跟这个房子相关的各方我们考察一下。首先是地方政府，日本是自治体制度，所以呢，你打交道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地方政府征收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那个维持这个旧房的状况。那么它征收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这是每年征收的。然后呢，政府有这个消防、防灾、生活安全等等机构，这些机构是为这个住民服务的。嗯，重点我们说一下，每年一次的收费的住房点检，或者是以其他名目收费的检查，这个在日本是没有的，这是不存在的。比日本的这些消防、防灾、安全、生活安全这些机构，他们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地震了，那么他会到各家去看一看去，有没有防止那个倒塌的情况，有没有防止发生了危险的，那么组织住民去避难，他们是做这些。然后呢，按照政府的规定，你要在盖新房子，他会给你一些把这个旧房子推倒，盖新房子他们会有一些给你一些补贴呀，他们是做这些工作的。每年你自己出钱，我们政府去给你点检，这种事情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管理组合，日本叫管理组合，中国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管理组合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全体业主的组织，对房产自主管理。在日本，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管的，政府是不管的。那么，你住的这一套房子，这一个大楼住这
一套房子，那么要成立一个管理组合。这个管理组合管什么呢？就是现金和存款的管理。你管理组合要有一个存折，这个存折是需要董事长和会计和两个人，至少两个人以上吧，才能到银行去把钱取出来。它有一套这个保障安全的、保障这个存款安全的一套制度、一个办法。总之，这个管理组合首先是管理钱，然后呢就是财务和会计，然后呢就是日常的修理、日常的管理和修理。你的这个楼房、你的周围，那么日常的需要修理管理，还有就是定期大修的计划和实施。定期大修、大型的修缮，这个后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事先是需要做计划的，要花多少钱，然后呢，请谁来实施。这个管理组合的组织在日本一般是这样的：每年换届一次，由各楼层交替选出，理事长一名，理事若干名。也就是说，今年由第一层的楼的人选出这个组织来，那么明年呢，由第二层的人来选出，后年第三层楼的人来选出，是这样的，交替来做的。这是管理组合。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刚才我们说了，基本上说，原则上说，那么这个管理，这个大楼的管理，一切的管理，包括花钱，一切的管理是由管理组合来搞的。但是管理组合这些人，毕竟这些人是兼职的，那么有一些东西他们也不专业，所以就需要有物业管理公司。这个物业管理公司是管理组合花钱请来帮忙的。这个花的是什么钱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每户居民每月交的管理费，就是在干这个的。这个管理费我们看一下，刚才交了多少钱？嗯，管理费，管理费每年每户交了78000日元，也就是3900人民币。这个就是来干这个的，这个管理费就是干这个人事情的，雇请这个管理组合的。这个管理组合具体做什么呢？第一个，他派人常住在这个楼里边，那么有的是夜里也住在这里的，有的是通勤的，夜里不在的。那么负责保安执勤，就防止外来的人进来，负责保安和日常的管理。然后呢，负责点检这个楼，每天还要点检、搞卫生、清扫公共区域的清扫。还有第三点，就是从专业的角度协助管理组合制定和执行维修计划。就是这个楼需要做哪些事情，有什么地方坏了需要修，那么这些呃需要花多少钱，需要请谁来做，他来帮你参谋，帮你做这些东西来。这是管理组合。物物业管理公司。帮着管理组合做的就是这些。
下边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看一下房子在日本这个房子能用多少年？什么维修保养？这个我们也是先在这里。房子能用多少年？怎样维修保养？嗯，首先我们说一个建筑物，就是说这一套房子啊，不是说你买下来一直用就行了。这个房子的外墙的涂料它会劣化，二氧化碳，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这个雨水，实际上这个二氧化碳溶解在雨水里，形成了这个碳酸。这个碳酸呢会侵入到混凝土里边，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混凝土变得松脆。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它表面泛出白色的碱粉末，混凝土结构变得松脆，强度下降。里边混凝土里边的钢筋是靠混凝土来保护的，隔绝空气、隔绝水、隔绝这些外边的环境。那么混凝土劣化了以后，钢筋会生锈腐蚀。还有就是地震等等原因，那么外墙也会出现这个细微的这个裂缝。所以在日本，一般的说，间隔12年到15年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修缮。这个大规模的修缮，在房子的外边要搭脚手架，要彻底的维修，要修好，花的时间也很长的，要很长时间。你的阳台上东西都要撤掉，嗯、整个的外墙要粉刷，要像有裂缝这些东西都要修补，有裂化的地方要修补。这个大规模的修缮，这个工程很大的。嗯，这个根据这个大规模修缮的方法，那么有的呢是间隔短的话12年，长的呢15年做一次，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楼里边它有好多的这个管线，特别是那个上水管、下水管这些管线，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楼房，老楼房的话，管线它露在外边，现在的楼房那个管线有好多在埋在墙里边，更不好弄。这些管线，年头太多了以后，它也会腐蚀的，这个也需要定期的更换。这里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公共区域的管线是由这个是统一来搞的，就是花的钱是大家交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钱的时候，有一项叫做修缮激励金，修缮激励金就是用处就是一个是这个大规模修缮，一个是像这个公共部分的，水的管线的更换。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电梯里边有电机，电梯要定期的年检，电梯里边呢它有电机，有机械的结构，还有机械停车场，机械停车场它也是有电机的，要把车举起来举高，让下边的车能出来。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定期的检修和大修的，甚至有一些部品需要定期的更换的，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那么
这些钱从哪来呢？第一个是你购买新房的时候一次性支付的，叫做修缮吉利基金。这里我们特别注意，这叫做基金，修缮吉利基金。一般的说是交了20万到40万日元，也就是说1-2万人民币。然后第二项就是每月支付的这个修缮吉利金，这个没有记进，修缮吉利金。修缮吉利金，我们把这个数字再拿过来看一下。修缮吉利金每年是151680日元，就是说，7600人民币每年的。做前面的这些事情，那么一个是大型的修缮，一个是管线的更换，一个是电梯、停车场这些的维修、点检、大修，那么花费的钱就是这些钱，这个修缮吉利金就是这些钱。这里刚才说的管线的部分，这里指的是这个公共的部分。如果是你在屋子里的部分，在你自己屋子里的部分，有一部分私有的部分，那个是需要你自己那个花钱更换的，不在这些钱那个支付的范围内。就相当于你屋子里边，你屋子里自己的那个装修，那么是要自己花钱的，这些钱是不给出的。这个修缮吉利金大约应该就相当于中国现在大家热议的这个叫做房屋养老金。我的理解，那就应该是这笔钱了。那么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资本，这个钱，这个修缮吉利金，这个是一定要交的。每年这么多钱，这笔钱你是一定要交的。如果不交的话，怎么办呢？如果不交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么这个大规模修缮就无法执行，慢慢的，你这个建筑物就变成废墟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交的。第二点，这个钱，这个修缮吉利金，包括这个修缮吉利基金，就是买房时候一次交的这笔钱，这些钱都是放在业主的管理组合里边的，管理组合的银行存折里边的，是由这个管理组合来管理。嗯，管理会社来建议提供帮助，管理组合拥有这笔钱，他们负责来花这笔钱的。这笔钱只用来修业主共有的这个建筑物，这个大楼200多户人，大家交的钱只是用来修这栋大楼和这栋大楼所在的土地，只是用来干这个的。这个呃，第三点和这个相关的，也是说这个问题，这笔钱跟政府无关，这笔钱不是交给政府的，也不存在政府统筹收取、统筹使用这种问题是存在的。当然，政府也不给这笔钱的。但是，政府虽然不给这笔钱，但是
有的时候有的情况，那么政府是有补助的。比如说很老的房子，那么外墙需要刷，那么这时候这个地方的政府要比较有钱，那么这个地方有好多的企业呢交的税金比较多，政府比较有钱，那么他会提出一些做法来，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外观这么老旧了，这个影响城市的外观，也影响路上行人的安全，那么你把它修一修，我们政府给你补助一部分钱，这种事情是有的。嗯，但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你自己这个修缮吉利基金和修缮吉利金，这个钱是不归政府管的，跟政府是完全没关系的，政府也不会统筹收取，更不会统筹使用。你交的钱去给别人修楼去了，这个是不存在的。嗯，看看还有什么，我们再说一下啊，关于保险。我们再总结一下保险。嗯，购买新房的时候，这个火灾保险，这个是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借银行贷款的话，这火灾保险是一定要买的。啊、如果你是全款买房，那么这火灾保险呢是任意的，你可以不买，但是发生了火灾了，那你的房子被烧掉了就没有了，保险公司不会给你赔偿。这是第一点，火灾保险。第二个，前面提到的团体性生命保险，这个前面我们解释过了，不再解释了。第三个就是地震保险，这个这个是日本是地震比较多的国家，所以地震保险是任意的，你愿意买你就买，不买拉倒，不买也没人管。但是，很多人还是会买的。如果你买了这个地震保险，发生了地震，那么房子损坏了，你修房子需要花的钱和你这个房子里边的你的家庭的财产的损失，那么保险公司会赔付的。当然，这个赔付的金额和你买这个保险的买保险你花了多少钱是有关的，是有关联的。你买保险，买的多，那么他赔付的也多，就是这样子的。你说我想买地震保险，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么多的钱，想买比较便宜的那个保险计划，这个也是可以的。这里重点我们说一点，不存在，一个保险在建筑物自然的老化变废墟的时候，支付维修和重建的这样的保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日本，没有这样一种保险。这个房子我平时不管它，我只管住。然后呢，这个房子老化了，变成废墟了，这时候，那么这个保险给我出钱把我这个房子推倒重建，或者是给我维修，这种保险是存在的。嗯、我们今天想说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到这里了。那么我们说一点结束语。上面介绍的是日本的状况，相信也是中国不久将来的样子。
希望上面的介绍能让你意识到，房子在房地产市场下行的状况下可能是负资产。像前些年中国的房子每天都涨价，这种时候你的房子是很好的资产。但是如果是房地产下行，房子每天都在跌价，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这时候房子可能是负资产，这个提醒大家注意的。另外，就集团住宅而言，就是这种大楼，不是说那个一户建个人家的那种小房子，如果执行良好的大规模的修缮计划，正如上面二手房子的例子，嗯，资产价值是能够维持的。呃，这个房子你要用100年以上。日本的情况，从日本的房子的状况来看，用100年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没看到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放任它，刚才我们讲的大规模修缮也不管，里边的管线老化了也不管，也不更换，坏的地方也不修，就是说你放任它，让它老化腐朽，那么作为资产的价值就不要指望了。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视频，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再见。